凤凰，咱们可算找着了。凤凰可是我当朝的祥瑞啊！真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凤凰。不对呀，凤凰不是金色的吗？这个凤凰怎么看起来血红血红的？是啊。哎，各位客官，各位客官，八时已到，牡丹开宴。凤凰杀人了！都别动！大理寺卿胡大人在此，我看谁敢造次！牡丹，你快醒醒！牡丹，你不能死啊！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赎回？退后！你刚才为何喊凤凰杀人？我看见凤凰穿过屏风，在牡丹的脖子上啄了一下，天上凤凰在飞，凤凰在鸣叫。是啊，我也听见了。可是凤凰杀人，那可是凶兆啊！古真，现在是逆臣当道，祸乱百姓，是要遭天谴的。住口！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凤凰浑身是火。若是凤凰杀人，那这牡丹身上怎么没有一丁点被烧灼的痕迹？明显她已经死亡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凶手一定是人啊！所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尤其是你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没注意到你的袖剑？你说的是这个？行走江湖，带一件防身的兵器，不过分。我看你是想刺杀胡大人。我算是长见识。你们这些官差，不在官府里好好办案，跑到这里来喝花酒，最可恶的是你们吧？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适才属下说的有些或许是正确的，你浑身充满杀气，确实是来寻仇的。笑我游山玩水，途经神都罢了，有何愁不去？洛阳的柳絮半个月前就飘过，早上我见到潞州商人货车的毡布上也有柳絮，你起码要日行200里才能把柳絮带到这儿。你身无一物，拎着一把剑日行100里，不会只是为了来神都游玩吧？我猜你要找的麻烦就在这儿。如果我能证明凶手另有其人，你若能击凶，大理寺定不会污你清白。一言为定，麻烦帮我拿下剑。
看什么看？你能破案就破案，别在这故弄玄虚。小兄弟，有何高见呀？既然他们都到这儿了，那就借机一并除之，以绝后患。小兄弟，有何高见呀？死者的嘴里有一些迷药的味道，说明被人下了毒。这你也能闻出来？当然，还有他的衣服也是潮湿着，里面充斥着烟熏、雨水。或许早在舞女开始表演前，牡丹就已经被杀害，放在了这屏风之后。被杀后放在了屏风后，怎么会这样？原来是这样，凶手在羊肠里放满了血，缠绕在牡丹的脖颈处。凤凰看起来啄的是人，其实是羊肠。那按你这么说，凶手还能操控凤凰精准定位，这也太扯了。掌柜，牡丹今日出过门？啊，没有，牡丹性格孤傲，平日就很少出门。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1个时辰前吧。应该是半个时辰前。刚才命案发生时，你被下毒了毒，为何时间记得这么清楚？禀大人，本店一直是靠香篆记录时间，一盘香篆是1个时辰。今日是牡丹姐亲自点的香，现在应该只烧了一半。那如果不是牡丹自己出去的话，就只有一种可能：凶手将其迷晕之后带了出去，残忍杀害之后才送了回来。不可能，酒楼只有1个大门，而且出入的客人我都记得清楚。那说明舞池并非第一案发现场。大人，这边请。这里啊，就是牡丹的闺房。这上面有绳子摩擦出现的痕迹，凶手可以从这里进出。你小子看清楚，这是2楼，难不成凶手会分身术？上面自己用绳子放人，同时自己在下面接人。你分析的对，所以在这个酒楼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帮凶。我刚见到你时，就闻到一股血腥味，知道是菜不新鲜。其实是下雨后，因你太过紧张，搬运尸体时不小心染上了血。血腥味，这菜是不新鲜还是？大人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我马上给您换一盘。对不住，大人。经我无意提醒后，你就趁机换掉了衣服。大人，刚才确实是本店招待不周，实在是对不住了。万有。你是趁客人没来的时候，就将尸体放到了那屏风之后。我今日在厨房不小心打翻了鸭血，所以身上才有血腥味儿。那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还怀疑他呢。他开了2楼牡丹隔壁的天字房，有大把机会下手。怀疑不重要，只要找到你换的那件衣服，看看上面是否有血渍，再和现场比对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大人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，大人，我没有杀人啊，大人，我没有杀人啊。胡大人，果然搜到了，在地窖里面藏得很隐蔽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
大人，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，花开堪折直须折。牡丹这朵花是我折的。牡丹，我这辈子够本儿，够本儿！亲手，我把这个畜生带下去！牡丹报仇！住手！走。其他人先退下去。且慢！你之前行为诡异，大人，我建议将此人立刻押回大理寺，严加审讯。小兄弟，你这一手闻香断案，可令人大开眼界，还是要多谢小兄弟鼎力相助。大人的鼻子铁板儿的。我鼻子不行，我这，嘿，我靠瞎猜，你这本领是先天有之，还是后天习得？剑行不怕，娘在呢。一会儿，不管你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都千万不要出声，一定要藏好。快去，快！还未正式介绍，在下大理寺卿胡正义，贤弟怎么称呼？姓李，名建兴，建兴兄弟，哪里人？灵城。好地方。之前我说过，你是来寻仇的。敢问，这个仇人是谁呀？寻的便是大理寺卿胡正义。曾少，你太过实诚了，连玩笑话都听不出来。大人，这好笑吗？好笑。哎呀，贤弟，你可别小瞧大理寺。既然你来了洛阳，大理寺房间多，来暂住几日吧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不怕。之前你问我为何不在官府办案，反倒跑到酒楼来，那是因为我们听得雪凤凰在线，一路飞到了这片区域，特来查案。神都屡有百姓惨死于
凤凰之口。兄弟有此本领，还望能助我们查清真相。在此谢过。你的房间就在此处。这房子半年没人打扫了，让你住你就住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有重大嫌疑，没事别乱跑。那既然胡大人都已经说了让我来此暂住，协助调查凤凰案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把我当犯人，跟我吆五喝六的？你，我犯不着跟你斗嘴皮子。胡某对卷宗的整理素来在意，地字号一排的卷宗你放反了，出来吧。小心火烛，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真好久不见。你这狐狸鼻子的确挺灵的，但你贵为狐帝，为何偏要去大理寺当狗啊？我不是说了让你留在灵州吗？你怎么跑过来刺杀那个老狐狸？我用不着你担心，他就算是皇帝，只要是你的仇人，我也敢杀。大人，听说你最近住在福来角，刚入住几日，但尚未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他下手。
以你的身手，不应该呀。四大大人告诉我，李家灭门案的真凶就是胡正义，这个名字就如同烙印一样，深深地刻在我心里。但我仍需要查明灭门案背后所有的真相，所以，我需要等。你做事向来有分寸，我信得过，但切莫让我失望。好不容易查到当年的灭门案和胡正义有关，这唯一的线索可不能断了。而且洛阳城最近一直有百姓横死，不能见死不救。你才跟他认识1天，就被他蛊惑了，现在竟然还帮他查起案来。我倒是觉得这凤凰案没那么简单，应该和当年的灭门案有所关联。可你毕竟是来报仇的，有我在，也算少个仗义。你知道的，我的心意。等你大仇得报，我们2个一起归隐山林。到时候你去哪，我就去哪。沈轩，看着我的眼睛说。出去吧。是。这么多。根据现场的侦查情况，基本可以推断，昨晚从午时到卯时，凤凰出现了5次，几乎每个时辰都在死人。有什么眉目吗？尸体是随意丢弃的，毫无规律可言，而且受害者的死亡时间也无法确认。唯一的相似之处是，这些尸体都是还未出阁的少女。总之，这就交给你了，甜甜。放心吧，分哥。对了，最近大理寺来了个叫李建兴的，长得人模狗样，但绝对不是什么好鸟。你记住，无论他跟你说什么，都不要回应。放心，我对胡大人绝对忠诚。抱歉，吓到你了。你就是那个人模狗样的李建兴？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大理寺5字，送甜甜。在下李建兴，胡大人请来帮忙的。别动，刀上有毒。在下在外闯荡多年，第一次见到女仵作，还是身手这么好的女仵作。我在这儿是为了报胡大人的恩。胡正义这个老狐狸，还知道收买人心。我是真心留下来的。几年前，有个畜生想侮辱我，我失手把他杀了。那是坏人该死，你杀得对。怎么了？曾头总是爱疑神疑鬼的，你能这样想，肯定不是坏人啦。所以，是胡大人帮你脱了罪。胡大人判了我秋后问斩。什么2个月后，圣人大赦天下，就把我给放了。那你应该感谢圣人。你觉得胡大人为什么会判我秋后问斩，而不是斩立决呢？他们都中了好奇怪的。愿闻其详。
死者是因为流血过多而死，但你看，伤口只有鸟啄般大小，这样大小的伤口是不足以流那么多血的，血会提前凝结。但这些尸体上的血都已经流干了，而且我问过现场的捕快，他们说现场也没有那么多血迹。所以你觉得是下了毒才会流这么多血？不是我觉得，是我验出来的。此毒无色无味，加之伤口又被清洗过，所以很难被发现。难怪我没闻出来。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毒？不过，你看，这些死者身上都有这样的痕迹，这些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盗捕着，就像是被放干了血一样，太残忍了，太歹毒了，这肯定不是什么凤凰作案。圣人登基时，百姓看到有金凤凰从明堂飞出，以为是天降祥瑞。如今血凤凰一出，祥瑞便恶兆。臣以为当严查血凤凰一案，始作俑者将他们斩草除根。另外，再请江湖杂耍人上演一出金凤凰啄血凤凰的戏码，以此昭告天下百姓，血凤凰已被祥瑞降服。孙承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圣人息怒，臣该死。你的确该死，江湖把戏怎么能跟当朝祥瑞相提并论？圣人圣安。胡青来了，你先起来吧。谢圣人。听闻昨日凤凰杀人时，胡大人刚好在案发现场。哦，这么巧。回圣人就是这么巧。那胡青，你怎么看？臣以为此案肯定不是凤凰杀人，而是人为。既然胡青这么肯定，那此案就交给大理寺去办吧。圣人既要速查，可否加个时限？毕竟人言可畏啊。如此甚好，臣10日内定破此案。10日之内，怕是再过1、2日，这谣言便早已传出了神都。身为大理寺卿，还望胡大人能够为国分忧，早日查明真相，以安民心。胡正义，臣在。朕命你3日内破案，肃正台协办。谨遵圣人圣谕。牡丹，就是我先杀后奸的，什么报仇，那都是你们瞎猜的。好，我呀，洛阳第1神捕，手里边还没有结不了的案，所以啊，我专门为你们这群人渣设计了一道大菜，叫做斩草除根。不仅如此，我会把你那活儿塞到你的嘴里，让你面见阎王时连话说不利索。尝尝。我说，大人，背后指示我。
大人，苏宝。是有人在水里下了毒，可是好奇怪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毒。这种毒，我也未曾见过。那唐官死后，我们羁押了给他递水的狱卒，同时也调查了一直给大理寺送水的老李头。这个老李头死了？是，属下失职。唐官的人际关系查了吗？这唐官3年前老家饥荒，逃到了神都，被店家收留。不过他有一个不太好的癖好，就是爱赌钱。据赌坊老板所说，他之前赌得很小，但最近出手很大。看来他是被雇来的帮凶啊！查查他的钱是哪儿来的。是。大理寺可还住得习惯？实话实说，不如佛来酒楼。虽然我们这儿没有花团锦簇，但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不花钱。大人留我下来，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哦，剑行贤弟啊，昨天咱俩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觉得呀，你眼熟。咱们是不是之前在哪儿见过？我一江湖游子，见不着。年纪轻轻就武艺高强，不知是族中长辈授意，还是拜过师门呢？家里呢，小门小户，父母走的早，也没拜过师。功夫自然是江湖上学来的。剑星兄弟的话，说一半，藏一半，身上的秘密很多呀。人呢，行走在江湖当中，自然是有些话不想去说的。比如，来大理寺的真实目的。大人说笑了，不是你邀请我来的。啊，对，忘了。实不相瞒，凤凰杀人案仵作验尸的结果，让我想起了义庄旧案。什么案子？12年前，李作府灭门案。关于凤凰杀人案仵作验尸的结果，让我想起了义庄旧案。什么案子？12年前，李作府灭门案。12年前，大将军李作被指控谋反，正待盛彩，岂料家中便闯入了刺客，全家走漏。此事一出，圣人下令要严查凶手，但是真凶至今仍未被抓住。当年案中遇害者的死状几乎和本案一致。若能查明此案，或许就能推断出12年前那桩旧案的真相。鹰嘴钩，当时凶手使用的是一种特制的武器，状如鹰嘴，直插入脖颈，神隐了。剑行兄弟，你怎么什么都那么清楚啊？行走江湖，略有耳闻。不过10多年来悬案未破，大人不觉得惭愧吗？人也可畏，大人就不担心旁人说大人不是不会破，而是不想破？剑行兄弟，
话既然说到这儿了，咱们就大开天窗说亮话。剑行兄，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，去调查这桩凤凰案吗？可以啊，但我需要点东西。好说，好说。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一头猪。你看我说的吧，伤口会提前凝结的，只能留这么多。一个100多斤重的，大概有多少钱？8、9斤吧。凶手把受害人掠走，运到案发现场，用1刻钟的时间杀人放血，再把尸体运回去。全程一共用掉半个时辰。那杀人凶手要么步行，要么坐马车。按照这个速度计算，杀人现场距离福来酒楼应该不会超过5里。曾生，你带一队人马仔细排查福来酒楼5里内可疑的地方，杀人现场必然足够隐蔽，血腥味也会很重。是，大人，不好了！胡大人，曾总，不好了，凤凰又杀人了。刚才在洛阳的另2处又发现2具尸体，死者都是年轻女性，暂时没有发现她们有任何关联。接下来恐怕还会有死者出现，我们需要主动出击。但是抛尸没有规律性，我们又没有办法预测到抛尸地点，怎么着？抓凤凰。地图。凤凰每次出现后都会飞上1刻钟的时间才消失，抛尸地点也不会太远，所以根据2个最远的案发地，划定凶手活动直径，在这个圈内进行搜寻，把我们的人分散开，形成网络。这样一旦凤凰出现，就会有人马上赶到。今晚之前必须抓到凶手。
哪里不对？牡丹的房间里有樟木。我知道他要去哪里。神都，我比他熟。你也闻闻。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？不，非常有这个必要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个味道，到底是不是一致的，还是有区别的？从脚开始。那我试试。樟木的味道一致，这就说明这些女子都在一个有樟木味道的地方待过，而且是大量樟木，少量樟木条根本做不到。樟木的味道。让一让啊！就是它。仓库，什么人？仓库重地也敢硬闯？在神都，除了这间仓库之外，还哪里有大叶香樟？咱神都啊，不产这个大叶香樟啊，充其量啊，也就是老百姓家里有那个樟木条，可以驱虫啊。
增生，增生。哟，挺认真啊，换的。怎么样？有什么？看什么呢？你还挺适合这件衣服的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哎呀，有些地方没去成，但不过目前查探到的地方来看，香樟味浓郁，并没有血腥。有没有可能这些女孩都在有樟木熏香的地方待过？写了点新樟木和旧樟木之间的味道是有细微之差的。原来大福仙寺和仓库可以很肯定的一件事，就是新樟木。我姑且相信你的那套气味的。那第一起酒楼的案子中，牡丹消失了大概半个时辰，我们捡去放血用的1克重，还剩下3克重。你有把握在3克重内抱着人跑这样一个来回吗？酒楼到大福仙寺不行，酒楼到仓库也不行。谅你不行，那就是在运输途中燃烧。那更不可能。运送尸体的时候，尸体一定是被包裹住的，即便是遇上，也很难附回到衣服上。那要你这么说，这3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杀人取血的地点。那凶手是怎么做到在这3个地方用半个时辰完成杀人放血的？倒是奇了怪了，哪儿出问题了？我知道了，你狗鼻子出问题了。谁是狗鼻子？才是。总之，我会将此事禀告胡大人。我们应该还要去一趟酒楼，毕竟那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或许我们疏漏了什么线索，还算有点错。走吧。掌柜的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大人，我们这几日不开张。无妨，我们就是来溜达溜达。这福来酒楼在神都颇有名气，如今竟落得如此冷清啊！大人，你也知道，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客人们都不愿意来了，伙计们也都走光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这打打杂什么的。杂役啊，这几日有没有什么？大人，这个是事发前新买的香粉。哎，奇怪，这只用了1次，怎么少了2盒啊？有人偷偷换掉了香砖。那就对了，事发当天，我们每个人都见过牡丹。当时堂官提醒我们，牡丹点燃了一支香砖，于是，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，通过香砖倒推见到牡丹的时间，但殊不知，有人偷偷换掉了已经燃烧掉1半的香砖，如此便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缩短了牡丹失踪的时间。所以，之后的命案，大约都是每隔1个时辰发生1次。这样的话，仓库和大福仙寺都有可能是第1现场。但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尸体送回酒楼呢？因为他们想拉我下水呀。看上去好像是针对圣人继位，其实主要对付的是我呀。大人，此话怎讲啊？这起案子，只要我在现场，就只能交给大理寺来查。这起案子还牵扯着圣人继位时出现的凤凰祥瑞。我若查，
必然会牵扯出圣人登基时的旧事。我若不查，军令状为先，之后便是革职。此案一箭双雕，看似拿捏圣人，实则也顺手除掉我。大人，当今朝中与您不对付的只有孙承景一党，可如果真是他干的，他就不怕没把您拉下水，反而把自己的荣华富贵给搭进去了。或许有什么无比重要的理由，使他即便丢掉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也要把我拉下水。掌柜，哎，你说这个仓库的钥匙，你们这儿都有谁有啊？只有杂役小郭他有。那他有没有可能交给别人？这绝对不可能，因为我一开始就叮嘱过他，如果他把钥匙借给别人，万一这仓库丢什么东西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他会借给那个堂官吗？那绝对不会。那个堂官呢，他虽然说平时比较勤快，但是他手脚不干净，这点啊我们都知道。那牡丹宴开始前，杂役在什么地方？他应该是在后院忙活，平时他还做些运输的事儿。他从什么时间开始来您这儿干活的？大概1个多月前吧。曾生，之前你们也查到，那个堂官也是1个月前才突然开始有钱的。是的。那杂役平日里有没有什么习惯呀？他平时喜欢鼓捣些花花草草的，还有就是特别爱干净。花花草草。掌柜，方便您带我们去您后院看看吗？这个位置刚好可以看到死者的房间。那如果那天有人想要从这儿搬运尸体的话，就必须要先确保这个院子没有人。而且忙碌的杂役他不能说出去。走。那如果这件事情想要绝对的万无一失的话，各位，那这个人其实就是杂役他自己。是你杀的牡丹！剑心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别动！跟我回大理寺。他中了血毒，该求饶的是你们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祭蒙此光，永驻乾坤！奇怪，这毒也无色无味，我未曾见过。大人，身上全是厌食的粉末，厌食易于引火。曾生，刀！跟我来。曾生，去找根树枝。给，一会儿别喊出声，弄昏过去，我可不负责扛你。给我拿开！我但凡叫一声，你以后就是我义父了。血毒我有所耳闻，现在只是将它暂时封堵，短时间内不易扩散到全身。不过，这只是权宜之计，不能根除。无妨，我定会找到背后之人，
咱们回去吧，再不走就宵禁了。我可不想住在这儿。走。不要！鬼啊！鬼！大人，不好，大人！发生什么了？有鬼！一个没有脸的妖怪！有鬼！有鬼！胡说！朗朗乾坤之下哪来的鬼？一个没有脸的妖怪，刚刚就这样飘过来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没脸的妖怪？奇怪了，刚才确实没脸的。伤口一致，都是嗜血过多而死。江湖上还有这等人物？道行大师的轻功很是了得。我听说他有一个女儿，自幼天赋异禀，继承了他的衣钵。他们露出马脚了。大人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剑心兄弟，没听说过，你去过吗？哪儿那么多话，爱去不去。什么情况？剑心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真没伤到。真没想到，1日之内，你竟救了我2次。
胡某欠你一条命。胡大人，到底是谁要刺杀我呢？这支箭跟之前射入大理寺的那支形制是一样的，这是雀鹰的羽鸡。雀鸟通常都饲养在城北的萧山、军备司的老巢，估计是某些早就看不惯大理寺的贪官污吏，要趁机除掉我。哼，看来大人在朝堂上面也不大会做人。你鼻子灵，你闻闻。哎呦，我又不是狗，你说让我闻我就闻。剑行贤弟，你都救了我2次命了，咱们是生死兄弟啊！啊，闻闻吧，啊，乖，闻出线索也好有防备啊，对吧？应该是华母。华母。刚才的刺客，或许就是当年的偷剑贼之一。你想多了，仅凭一支断剑，说明不了什么。况且这个剑都丢了5年了，也不知道转手多少次了。说的有道理。可今晚上我们去鬼市，纯属偶然呐。凤凰案呢？凤凰案再不破，麻烦可就大了。等等我！这里就是鬼市了。都是一些走投无路之人的汇聚地。胡大人，这里瘴气横生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迷晕，小心。难怪，那这里也算是易守难攻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对这儿怎么这么了解啊？朝堂之上的事情，我没你清楚。不过在江湖上，我知道的一定比你多。就这么笃定？当然，要是没有我，你在这片鬼市里面绝对找不到倒行逆施的。看来你是小瞧我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了，打个躲。2两银子。胡弟，哎呀，胡弟，
听说过。3年前，在江湖上陆续出现了5位武功极高的侠客，被人们并称为武帝。没想到你就是其中之一，厉害，厉害呀！过奖了。道行逆施在何处？胡弟，小的领你去啊！走走走。你是因为这个鼻子很灵才叫胡底的吗？江湖谬测，不过我的能力不仅仅是鼻子。你这个面具是在哪儿做的？明天我让曾胜也给我来一个。借口，谢谢。这位就是道行逆施吧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擂台每月1次，如果我们赢了，就可以让3眼妖道把我们想找的人请过来。3眼妖道？对，传说他有3只眼睛。以我的经验啊，占卜不适合用在残疾兄上。反正现在也没线索，让他算算又何妨？胜负已分，胜者归书生。下面还有挑战者吗？可你毕竟有伤在身，不适合再打擂台啊。不是还有你吗？胡大人，该上场了。好，选手已入场，比赛开始。这玩笑可开大了，我可不会打擂台。阁下善使什么兵器？在下不善使兵器啊。用我的剑。接着。你不是还欠我一条命的吗？我误会，我认输。哎，在鬼市哪有认输的道理？既然上来了，你就是我的对手。这是最后一场，只要打赢我，你可就是擂主了。咱们点到为止吧，贤弟。好，那我们就点到为止。阁下好功夫，没想到深藏不露，我输了。胜负已分，胜负已分，胜者是金鸡大侠。快，带我们去见人啊！是是是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老朋友，走个过场罢了。你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？哎，你看我这个鸡飞蛋打怎么样？嘿嘿。打赢了擂台，还使了诈。哎呀，反正只要合您的规矩，不就行了吗？不会不给算吧？
虎弟真会说笑。您来问我，我怎么敢不打？还谈什么规矩？你又认识？老朋友了。那你为什么让我打擂台？哎呀，朋友归朋友，但人家的规矩也得遵守吧。既然是你的朋友，这规矩怎么不是你守？这擂台怎么不是你打？你们想问什么？凤凰案背后的真凶到底是谁？你们所要找的人乃是穿红袍、戴面具。戴面具，穿红袍，戴面具，什么意思啊？在江湖上，像你这样戴面具的人多吗？武帝行走江湖，都是以面具示人。江湖上的人，只识面具，不识人。难道说是武帝其中的某个？受害者的家属你问了吗？道长，道行逆师两位前辈，您方便？儿女我是哈了沙，谁是地道？断腕10岁他，把药定因我。天师刚才说是我女儿，到底是谁杀了她？他一定要让这个人碎尸万段。你是大师，为什么这么说话？魔入火，走宫炼，正一后。这句我好像听明白了。早炼不是那个走火入魔，后遗症是吧？但令爱在江湖上有没有跟谁结过什么仇啊？这过起提儿女、教神血和法大玉血。我女儿提起过血域大法和血神教。血神教，你听说过吗？那看来突破口在这儿了。那些死者的身上都有种浓郁的血腥味，看来他们死前是在一个满是血的地方待过。对了，女儿之前提起过，她发现一派邪教要害人，她说需要调查，我都劝她不要再多管闲事了。没想到，二位，请节哀。凶手所用的凶器，应该也是鹰嘴钩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。令爱负伤后，本已逃离险境，却因为凶器上沾有血毒，令血液无法凝结，失血过多，最后死在了大理寺的门口。怎么会？斯人已逝，还望二位节哀顺变。这柄纯阳剑是在令爱身边找到的，现在归还给二位。这剑您留下吧，还望虎帝大人能挟此宝剑，手刃凶手，替我们报丧女之仇。
的女儿，我的女儿。你看看啊，掂量这个东西，别的地方找不着这橙子了。看来，正如道行和逆师所说，凶手跟血神教有关。他们需要大量的血液，接下来一定还会有死者出现。和三眼道人说的红袍子也对上。总算是有些眉目了。沈轩的迷香。哎，胡大人。胡正义，胡正义，见到好几个一样的。你没事吧？长话短说。你刚才为什么要替他挡箭？多好的机会啊！我现在就杀了他。还不是时候。胡正义要帮我查当年的李家旧案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找出什么名堂来。本来就是他干的，还有什么可查的？你千里迢迢的来神都，不就是为了报仇吗？没错，这张脸我记忆犹深，但是当年我不知道他是谁。我们好不容易查到了这个线索，当时在酒楼的时候，我第一眼就认出了他。我要的不是他的命，而是背后的真相。他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背后主谋是谁？我爹到底有没有叛国？这一切都是需要调查的。我知道了。不过这狗贼奸猾得很，你现在是羊入虎口，一定要万事小心。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倒是你，别再贸然行动了。知道了，听你的。鬼书生见过胡弟。刚刚和胡正义比试的时候，他到底是真不会功夫，还是装的？胡正义关节僵硬且筋骨疲软，不像是习武之人。你让鬼书生专门从瑶州过来测他？再会隐瞒的武林高手，那也瞒不过鬼书生啊。那倘若刚刚在打斗中，胡正义真的显露了武学呢？那就不必再和他周旋了。他的性命将会终结在这片鬼市里。胡大人，胡大人，胡大人上朝了。臣参。
哎呀，我和你们说什么来着？我堂堂洛阳第一神捕，小小一个凤凰，还大人，还得是增长。大人，我抓到了，我抓到凤凰了。这哪里是什么凤凰呀？这明明是只鸡呀！这明明就是凤凰。小曾啊，我看你抓凤凰是抓魔怔了，连烧鸡都能当凤凰。大人，您看清了。看再清，这也是只鸡。待会儿加餐。大人最喜欢吃的就是鸡了。甜甜，你不爱吃鸡腿的话，你就吃鸡翅吧，这是曾大哥专门给你留的。谢谢曾哥。建勋大哥，鸡翅给你，你最近查案辛苦了，多吃点，补补营养。他有什么好辛苦的？我至少一直在外面，他连只鸡都抓不到。对对对，你最辛苦了。你看见了？我怎么感觉这个味道有点怪怪的？什么怪怪的啊？你看。啊，
这是还没消化的香樟叶和樟树种子。还没消化的粪便啊！各位看官，现在到了我们戏法班最精彩的节目——火焰鹦鹉。火焰鹦鹉？什么是火焰鹦鹉？这是……各位睁大眼，千万不要眨眼，看好了。哎呀，厉害啊！好厉害呀！是啊，真厉害！飞了！哎呦！看见哇！哎呀，真强啊！真厉害！洛阳城。其实，要不是我抓到那只秃毛鸡，你们也不会发现这仓库有问题，对吧？我们有功劳有苦劳嘛。我保证，我坚决不会再赌博了。哟，那这么说来，那只秃毛鸡功不可没。你拿我跟秃毛鸡比呢？嘘，安静点，办正事儿。管事儿的，别睡了，大人有话要问。
星兄弟了。就在那儿。对，这就是赤灵鸡。大人，这不就是我当时抓的凤凰吗？火，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什么狗屁圣血，一帮杂碎！保护圣血，给我杀了他们！来，想死的先来！血世圣地，神有无教，天神对我们的考验。僧上，先救人。知道。
他不说，你们来说，为什么要杀人取血？烽火残躯，熊熊圣火，烽火即将燃灭九州，你们这些不忠之人，都将化为灰烬！按住他的手！死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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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到我洛阳第一神探胡正义手里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把他给我带下去，喂下本官特制的3尸还魂丹，让他活过来，然后再把18种酷刑在他身上用上一遍。他要是疼死，就接着再要。啊？什么的？快去！哦，是。能服用胡大人的3尸还魂丹，是那小子3生有幸。此丹一吃，他都走不到鬼门关。待到还阳之后，那钻心剜骨的疼痛是一刻也不会停，还不如死了痛快。还有谁要自尽啊？一起，正好把药都一起服了。我说你个叛徒，你拿我陈家！你这个叛徒，不得好死！说，为什么要杀人取血？血雨大法。跟我走，走。教主大人，我好言相问，你不听，所以我只能把你请到这个地方，好好聊聊了。哼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哦。你先仔细听听这风的声音。像不像死人的哭泣声啊？我不知道你背后背了多少条人命，但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会把你埋在这儿。悲
已经帮你弄好了。当然，头是朝外的。我想想，这黑灯瞎火的，有多少冤魂会来找你算账？你敢动我？血神教3000教徒，饶不了你！你们教派涉嫌多起杀人案，很快朝廷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你好好想想，教主大人，你以为你的那些教徒们还有背后的人真的会来救你吗？不妨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心情好，姑且可以饶你一命。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听着，12年前李作将军府的冤案，全部告诉我。怎么？你是将军府的人？少在这给我装！我现在问的是你。李府的事，我还真没忘。当年那天，真是惨绝人寰，就连能阻挡千军万马的李将军也死不瞑目，杀的真是痛快呀！那天晚上，全都是死人，杀手们满手都是鲜血。也就是那天，我在鲜血中找到了我的神。等等，你们是杀手组织双月？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嘛。不错，我在皈依血神教之前，确实是双月的一名杀手。为什么攻击李作府？谁下的令？真可笑。你也是个江湖中人，我们做杀手的，怎么可能问雇主问题？那我问你一个，你肯定知道的问题：血毒哪儿来的？大人上赐的。大人是谁？你想知道大人是谁？我是不可能告诉你的。你个疯子！人一共有206块骨头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慢慢缝。说还是不说？血毒是从东瀛传来的，还有其他教派在私底下偷偷使用。血域大法可以永葆青春，我可以把配方给你，但你要留我一命。我现在问的问题是：大人是谁？这件事的罪恶之人，不是我，也不是血神教，是如今在朝堂上的那位。血域大法也是他告诉我的。朝堂里的人，谁？胡正一、李建兴。休要负隅顽抗，赶紧束手就擒。曾捕头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是来协助查案的。查案需要把主犯绑到荒郊野岭来查吗？都人赃俱获了，你还敢狡辩？宵小之辈，休想再蒙蔽大人了。带回大理寺。给胡爱卿看茶。谢圣人。胡大人，怎么了？觉得烫手了？圣人英明。牵扯到的人，
该杀杀，该查查。哪怕此人位高权重。你是查到了什么？还没有确切的证据，臣不敢说。胡青何必遮遮掩掩？你若是有什么猜测，但说无妨。就算是皇亲国戚犯了国法，也一样按律处置。圣人多虑了，与朝中之人并无干系，而是江湖中一些宵小之辈，竟敢自比三皇五帝。臣以为这起案件或与他们有关，臣一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即便是这些不入流的货色，妄图颠覆社稷，你也要尽快找到证据。当下3日期限已到，你只抓到了下面办事的小喽啰，但幕后主使不除，只怕以后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。臣遵旨。喝了它。谢圣人。轻点儿。有什么要主动交代的吗？等好好想想，行不行啊？他要是我的手下，我为什么要审他呢？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演戏啊？说，为什么前进大理寺？别那么大声，是不是胡大人请我过来的？那天你不在吗？不说是。大人，大人，曾胜，你先出去吧。大人，您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马上就问出来了。怎么问？靠屈打成招吗？大人，大人，这小子虽然替您受过伤，但可能是苦肉计啊！你要违抗我的命令吗？属下不敢。践行。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我就跟你说，你到洛阳是来找麻烦的。按说这是你的私事，我不该打探。但是现在，我不得不再问一遍，这个麻烦到底是什么？哎呀，我说了，只是江湖上的小麻烦罢了。
你要查12年前的灭门案，这个麻烦可不小啊。灭门案，我怎么听不懂？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是如何看出来的吗？大人，你看错了。你答应来大理寺，是因凤凰案而起。我当时就觉得你是要查什么事情，而凤凰案牵出的线索，无非是2个：凤凰和血毒。我曾经用火焰鹦鹉案来试探你，你似乎并不感兴趣。但是血毒就不一样了，特别是我们查到血神教之后，你擅自的行动就多了起来。说吧，你跟李作将军府是什么关系？厉害啊！大人果然慧眼如炬。既然你都已经猜到了，那我只能实话实说了。我的父亲其实就是李作将军的故交。父亲到死的时候，都认为李作将军是被奸人所杀。临终前嘱咐我，要让我为其当年被残忍杀害的李将军和他的家眷们查清真相，抓住凶手。初入洛阳时，李将军对我甚是照顾，他是个好人呐。他也是我的恩人。哦，大人还有这等渊源？内庄悬案，这些年我一直在让大理寺追查，这一点你我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怎么，你信不过我？自然信得过。大人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让我来帮助你，咱俩一起去解开当年的谜团。走，进去。
哎，胖子，你咋出来了？啊，哎呦，不行，中午吃太多，吃坏肚子了。你赶紧帮我盯会儿啊，我去趟茅房。没到换班时间呢。对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卖白糖喽！卖白糖喽！一个圈套，不过就凭你拦不住我。那再加上我呢？别拖我后腿啊！还不束手就擒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还记得被毒杀的唐官和老李头吗？那唐官死后，我们羁押了给他递水的狱卒，也调查了一直给大理寺送水的老李头。这个老李头死了吧？是，属下失职。那次事件后，我暗中进行了内部排查，还真找出一个人来，不过一直没有动他。教主提的条件，你尽管答应便是。只要不有违律制良俗，胡某都好办。他开不开口不重要，我们只需让幕后之人认为他开口了便是。不说，我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。闭嘴！禁止交谈。进了地牢还敢这么嚣张？你要再敢多说半句，鞭刑伺候。胡大人，你算到了一切，不过有一点你们没算到。没算到，你比我们想象中更蠢。你没算到我的武功。
大言不惭！纯阳剑，果然是好剑，真是名不虚传。这把剑的原主人，让我以此剑斩杀你这个首恶元凶！曾上，在。去查查大理寺通缉令，有没有能和这张脸对上的？是。你是不是觉得太容易了？武帝是江湖各大门派按照武功评选出来的，我作为胡帝，位列5帝之末。明帝他排在第4，刚刚与之交手的时候，虽说他的武功也不算差，但要说是当世第4，实在是有些牵强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猜测出来的。大人，现在怎么办？线索全断了。你的主子已经死了，现在可以交代了吧？好，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。7年前，是明帝大人把我从4人队里救出，从那之后，他便把我安置在西域养伤，直到前年，他把我召回，说有一件大事要交付于我。所以，你就到了神都，建立了血神教。对。一开始，我们就只是诵诵经，讲讲法，直到2个月前，明帝突然召见我，说要用年轻女子的血液来搞祭祀。后来你们就都知道了，我们血神教杀人放血，制造恐慌。你之前说李作将军府被屠之事，背后主使是朝堂主人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我只知道，如今那个人身居高位，但具体是谁，我并不清楚。当时我在双月只是一个小喽啰，跟着头目干了不少受雇杀人的恶行，最终同室操戈，死伤大半，也算是报应不爽。好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但求速死。这倒不难，但你若想死后留个全尸，不被扔到荒野被野狗分食，你得答应我一事儿。什么事？把血毒的解药交出来。老三死了。
大理寺里面有胡正义这个老狐狸，哪这么容易进去杀人呢？不过老三死的不亏，凤凰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又牵扯出血神教，只怕不牺牲一个影子，很难交差呀。胡正义，血神案就这么草草了结了？剑心兄弟，看来你恢复得很好啊。胡大人，你帮我要血毒解药，我承你的情。但是这个案子就这么草草了结了，还在外面贴告示昭告天下，这件事情是我难以沟通。血神教覆灭，作为元凶的教主也被判了斩立决，为什么不能结案？又怎么能算是草草呢？可你心里清楚，你要我给你调的李作案的卷宗，我给你调来了。胡正义，你骗谁啊？这明明就是一堆白纸！剑心兄弟莫急，剑心兄弟莫急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12年前，李将军满门遇害后，圣人便下令将李作案的相关资料尽数销毁。所以，无论是众卿弹劾李将军的书文，还是李府灭门的调查记录，全都被替换成了白纸啊！你早就在大理寺，明明知道，为什么不早说？几日前刺杀我的人是一位来自罗网组织的杀手，名叫沈轩。他与胡帝并肩闯荡江湖。当时我说起武库失窃一事时，你明明知道是罗网所为，也知道这个要刺杀我的人是
危机，或许真像他说的，走个过场。你管这叫过场？现在告示贴的满城都是，我以后出门都要鬼鬼祟祟、提心吊胆的。放心吧，只要我在洛阳城1天，就算你被人抓进去了，我也有办法护你周全。西域，为什么突然去西域？方才圣人召见了胡大人，将西域开市一事全权交与大理寺负责，让我们去西域密谈，与外来使臣节通商之好。胡大人让我通知于你，你也要一同前行。看来此次西行没那么简单呀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孙长景安排的吧？不错。让我们前往人生地不熟的西域，既可以将我们隔绝在尚未查明的血神案和凤凰案之外，还能在沿途当中做点天灾人祸的手脚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那你觉得胡大人会没想到这些吗？1个月后，在凉州有一场摘天灯大会，虽是凉州刺史提议举办，但关乎了我朝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。圣人将此等重任交于我大理寺，我等岂有抗命之理？也是。好了，收拾东西，明日启程。他这招是引蛇出洞。哎，你使唤谁呢？没大没小的。